翻查呀，他除了要录我的口供，可能也会找二妹的嘛。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能站出来帮麦太太说句公道话？你也知道二姐的为人，要能封住她的嘴，麦太太就不会闹出那么多事了。我妹妹不会做出那种事。为了逃避责任，连自己家人都能牺牲，为了掩饰这件事，她什么做不出来？你二姐今天怎么回事？怎么电话一直打不通呢？她肯听，早就接了。你认为她故意不接听我的电话？你打了一整天了，你自己看呢。你不是一直很担心，不知道她会怎么跟警察说吗？我还以为你会比我更紧张。是我自己想太多了。不过呢，只是一本杂志，加上麦太太上次用车撞你和训训，警察当然要做点事向上司交代了。陈年旧案，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怎么会关心？我也不需要担心什么。但是他还是没有去录口供。他不会去录口供的。为什么你突然这么肯定呢？二姐这个人你不是不清楚，她从小到大脑子一乱会做什么？就是逃避，什么也不管就一走了之，不对吗？就是今天喝太多了，我觉得有点头晕。要不我们一会儿别去你的游艇了。加喽。以我们交往的深浅，你没资格问我这个问题。你起来，起来！干什么？喂，拍够了没有？我留意你很久了，你立刻给我滚，否则外面的保镖不会放过你。你可能误会了，何先生，我只是拍照片而已。你拍完就乱写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。我怎么会乱写呢？我要写你后母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那种开车撞死人还跑掉的坏事，只有你后母才做得出来。你说什么？这是麦太太住的地方。你突然带我来这里，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不是曾经关心过这个人吗？我看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听到什么了。我只知道麦太太精神有问题，她上一次还开着车想撞死我姐姐和训训，现在她跑掉了，警方还在找她，就这样。在车祸现场找不到他，但是没有多久，他又跟杂志记者说了很多话。本来约好了昨天让记者陪他去警局自首。自首？你不希望他自首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麦太太知道自己有精神病，但是当她知道当天车祸撞死她儿子的不是你妈咪，而是你妹妹，她明白自己是精神病患者。她的话没人相信，但是她还要说出来，跟警察说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雅思运气好，还是有人希望万无一失。昨天她完全没有出现，她是死是活，没人知道。我能知道那么多，是因为我认识那个记者，而我带你来这里，是希望你看清楚你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妹妹不会做出那种事。在2年前，她没撞到人，还没推在你妈咪头上，你没想过她会这么做呢？在当年，为了逃避责任，连自己的家人都能牺牲，为了掩饰这件事，她什么做不出来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带我来这里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能做些什么？当年的车祸，只有你一家人知道真相。到了今天，不止你爹地妈咪，包括你大姐，全都站在雅思那边。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能站出来帮麦太太说句公道话？你心里很清楚，除了你一个人，谁能阻止你妹妹继续做下去？难道你还想继续姑息她，让她继续害人？那个记者跟我说，自从出事之后，麦太太没关过大门，因为她怕自己的儿子灵魂回来了，进不了门。如果你怕因为这件事让你妈咪惹上官司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请全香港最好的律师帮她。我要说的就这么多，怎么做你自己决定，我不会再逼你。待会儿记得打开你的手提电话，一定有很多人找过你。我看，一定是你妹妹先找你，或者是那些想继续包庇她的人。
二妹，你去哪儿了？有事回家慢慢商量。二妹啊，如果有警察找你，你先不要去啊，先给我一个电话。二妹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们很担心你，你看到短讯马上回复我们。康小姐，我姓方，是港岛区交通意外调查科的。我们有一个2年前的案子牵涉到你妈妈，现在想请你提供一些资料，麻烦你回复我。叶总，你说等我吃午饭的，我来了找不到你，电话也关了，你出了什么事啊？收到讯息立刻打给我，谢谢。心里有事，才到了街上的狗屎都不知道，是不是有点贡献了？你对朋友这么有义气啊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但是做朋友要分成很多种的。我家就在对面了，很安全啦。你不要错过最后那班小巴啊，不然的话又要浪费钱坐计程车了。可以了，晚安。好吧，晚安。拜拜。拜拜。抬起来。你二姐康小姐现在很安全，她在游艇上。你说什么？我昨天派人送康小姐上船。贺太太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吩咐了，对康小姐要很礼貌。况且现在船在海中央，她看无路可逃，她不会乱来。谁叫你这么做的？贺太太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么做是不想贺太太为难。就像我派人把那个疯子送去大陆，也是这个原因。你派人送走了麦太太？那个疯子骚扰你的妈咪，还害雅妍和小少爷进医院，我不能让他再伤害你。那我二姐呢？你为什么派人绑架她？对不起，我上次听见你和雅妍说的话，我还暗中运用了人事关系，查过杂志爆料的事，是哲南找记者搞出来的。你和雅妍不是很担心你二姐向警方说一些对你不利的话，影响你今天就任副主席的事，所以我自作主张，我用这个方法请康小姐上船。不管怎么样，过了下午的董事会，你就是副主席了。你这个叫做自作聪明。你以为我很开心吗？你拍马屁也不用做的那么绝啊！你这不是叫自作主张，你想害死我！别人知道一定以为是我叫你做的。你帮了谁了？你马上派车来，叫那艘船开回码头。不行，何太太，就算我多嘴，下午就开董事会了，有什么事你当了副主席之后再说吧。要放人也不差这一会儿了。跟我走，我不想留在这里。哲南不会知道我们为什么上船吧？他不可能那么巧，在这个时候刚好来游艇会。为什么你突然去游艇会啊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没去警局录口供，你家里也找不到你。你别告诉我是雅思硬把你带到这里，叫你去不成警局录口供啊？不会吧？有没有搞错？居然绑架自己的姐姐，她还是不是人呢？幸好那个银行家临时改了时间，如果我没来游艇会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脱身呢。雅彤啊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再这样了，你不可以不说话，容忍也有个限度。现在我送你去警局，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好吗？你不要逼我了，好不好？不是我逼你，是你妹妹逼你。她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，你不能再包庇她了。就算你爹地妈咪会不开心，他们始终要面对这个事实，他们要面对，你也要面对啊。所以你听话，我送你去警局，把事情都说出来。不要啊！你不用怕，我陪着你。停车！雅彤，
你听我说，你不要再逃避了好吗？我做不到，我不能去警局。我知道你怕你妈咪因为这件事被人追究妨碍司法公正嘛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会请全港最好的律师帮他，只要他证明那是雅思的意思，他绝对没事的。是吗？你是真心为了帮我妈呢，还是你想把雅思踢出局？你这么做跟他有什么分别？天坤是我爹里的生意，他当初钓金龟就是为了今天能只手遮天，我踢走他有什么问题？那你就不要说是为了我着想，为了主持公道。好吧，就算是为了我，你可以为这个为那个，这次你能不能为了我而帮自己做一些对得起良心的事呢？不行，因为我们离婚了，因为我以前背叛过你，不值得你这么做。你不明白的是你不明白才对。就算她再坏，做了多少错事，她还是我妹妹，一辈子不会改变，这辈子都不会变，她永远是我妹妹。我真的不能去警局，我做不到。